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冥蛇地脉地底深处，萧炎一行人成功避开守卫，找到了传说中的九幽黄泉。九幽黄泉果然如同药老所说的，极度阴寒。萧炎手掌触及湖水之后，一种深黄色的冰晶便是沿着他的手臂飞速向上攀爬。好在一会儿能够融合这种冰晶。考虑到彩铃这边一旦开始，动静就会比较大，萧炎决定先去泉底取黄泉血晶，回来后再为彩铃护法。对此彩铃没有异议，微微点头后郑重叮嘱萧炎千万小心，若是实在不行便退回来。萧炎看着彩铃担忧的神情，手指微动，似乎是想要做什么，但最终他只交代了三女，且隐藏好，别被人发现了，等我回来。就一跃撞进了九幽黄泉之中。萧炎刚进入水中，一道白色烟柱就是从湖面升腾而起，挥手间将烟柱打散。彩铃神色有些复杂，但并未开口说些什么。等那烟柱不再出现后，彩铃三人才隐匿了起来。萧炎身形飞快地对着黄泉之底掠去，但他的脸色却是变得越来越凝重，因为九幽黄泉之中所蕴含的阴寒之力似乎是能够冻结斗气一般，他已经开始觉得手脚都有些麻木了。深知此地不宜久留的萧炎身形一动，速度便是再度暴涨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伴随着他越发的深入，那种阴寒之力也是成几何倍的暴涨。萧炎看着那依旧黑漆漆的湖底深处，突然升起了要不要打道回府的念头，毕竟他必须要保证还有充裕的斗气回去。就在萧炎的内心开始动摇的时候，一道细微的响声突然传进了他的耳中。察觉到身后的水流陡然急速涌动，萧炎反手就是一拳对着身后轰出，然后就见一团黑影瞬间化为血浆散开。萧炎有些惊讶，这九幽黄泉之中居然还有着生物存活。没等他回神再度下潜，其周遭的水流突然变得激荡起来。不过眨眼间，萧炎目光所及之处，一片黑压压的黑雾正在快速地朝着他弥漫而来。短短几秒钟后，萧炎才看清了黑雾的真实样貌，竟然是无数条通体漆黑、浑身布满着诡异鳞片的怪蛇。这些怪蛇在距离萧炎还有着一些距离的时候，便是张开了狰狞的大嘴。顷刻间，无数道深黑色的水箭便是从这些怪蛇嘴中喷射而出。诡异的是，这湖水竟然还会自动给水箭让路。看着那些个破风而来的黑色水箭，萧炎狠狠地皱起了眉头，旋即转身就跑。毕竟迦南学院地底的那片岩浆世界里的生物让他记忆很是深刻。然而即便他快若奔雷般的对着那九幽黄泉之底暴掠而去，还是没能甩掉后方的那些个怪蛇。烦不胜烦的萧炎直接甩出一团火焰，这团火焰一出手就瞬间膨胀成为了火海。萧炎这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，没想到歪打正着。那些个怪蛇很脆，一碰到萧炎的火焰就彻底的化为了灰烬。怪蛇们起初并不想就这样放过萧炎，但是在前仆后继的死了一大批后，他们终于是怕了，再也不敢上前，只能再远一点不断的喷吐着黑色水箭，一点一点的浇灭着火海。萧炎趁此机会迅速掠下，很快就将他们尽数摆脱。没有了水箭威胁的萧炎狠狠地松了一口气，目光朝着自己的下方一扫，居然发现有着一点亮光。亮光所在就是九幽黄泉之底，那是一片极为庞大的沙石地面，无数拳头大小的碎石遍布在上面，这些碎石之中还散发着莹莹光芒。萧炎在充满了碎石的黄泉之底找了很久，愣是没找到半块黄泉血晶。难道全部被九幽地冥蟒族收走了不成？费尽心血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萧炎开始怀疑人生，真的要空手而回了吗？萧炎皱眉间，一道极其细微的呻吟声突然透过水流传进了他的耳中。救救我！体内斗气砰的一声爆发而开，萧炎目光警惕地在四周缓缓扫过，是谁？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自己。萧炎全神以待的时候，那声音却是完全的消失了。以萧炎现在的层次，根本不可能出现什么误听的情况。那么，思索了2秒后，萧炎猛地对着脚下狠狠一抓，下一秒沙石翻涌，随后一道足有100丈庞大的铁链就暴露在了萧炎的视线之中。萧炎见状，眼瞳微眯，旋即一个用力，又是3道巨大的铁链从淤泥之中升起。
目光死死地盯着4根锁链中央位置的那个瓜，萧炎随手一挥，就将淤泥清了个干净。竟然是一个浑身干枯如同骷髅的人，而且是一位实力达到2星甚至更强的斗圣强者，他怎会被锁于此处？萧炎喃喃道：“救我！我能让整个九幽地冥蟒族奉你为主。”那骷髅般的人影猛地睁开双眼，对着萧炎嘶吼道：“你是何人？为何被困于此？”萧炎看着那干枯人影道，心里却是直嘀咕：下手禁锢这家伙的人可真是阴狠又毒辣呀！我是九幽地冥蟒族的族长妖冥，只要你能救我出去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人影恳求道。萧炎闻言挑了挑眉，旋即表示，如今九幽地冥蟒族的族长应该是一个叫做妖啸天的家伙吧。这潜台词就是借别人的名头也不把人叫什么打听清楚。哪知妖冥一听到妖啸天这3个字，眼睛瞬间变得血红，无穷的恨意仿佛都凝为了实质，疯狂咆哮着怒骂妖啸天就是个杂碎。原来妖冥其实是妖啸天的亲哥哥。妖啸天想要权力，但身为九幽地冥蟒族最为正统的族长候选人，妖冥严重阻挡了他的道路。于是他表面上装得无比恭顺，背地里却是暗自给自己的亲哥哥投毒。等哥哥实力大降之后，再在众人面前将他的哥哥击败。为了不让碍眼的哥哥有东山再起的可能，妖啸天将妖冥封印在了九幽黄泉之底，并且用锁链捆住他的4肢，以黄泉阴石镇之，从而达到让妖冥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目的。注：黄泉阴石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妖冥的斗气，侵害他的身体。妖冥恨毒了妖啸天，他发誓此生若是有幸重见天日，定叫妖啸天那个狗杂种生不如死。萧炎在得知了这2兄弟之间的恩怨后，默默摇头，想了想自家那2位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大哥二哥，萧炎的心里生出了无限的感慨。他觉得妖冥有些可怜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救人等于麻烦，一旦选择救妖冥出去，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让妖冥活下来。毕竟现在的族长是妖啸天，定能调动不少的长老。妖冥若是死了，自己可就亏大了。对于萧炎的这个顾虑，妖冥急忙解释说明自己现在的实力是2星斗圣，只要他能重见天日，体内斗气定能迅速恢复，而且他还拥有九幽地冥蟒族族长的信物九幽冥杖，持有冥杖者才能够是真正的长老。只要自己能脱困，并且出去之后能解决掉妖啸天以及他的1位狗腿子，他妖冥就会是新的族长。至于妖啸天以及他那个狗腿子现在的实力嘛，预估一个刚到1星斗圣，一个1星斗圣巅峰。注：狗腿子是九幽地冥蟒族的大长老。等自己彻底掌握九幽地冥蟒族后，萧炎作为救命恩人，若是有所要求，他妖冥定会倾尽全族之力的。老实说，妖冥为萧炎画的大饼是真的很香。那妖啸天，萧炎是知道的，不仅心黑，还唯利是图。若是想破坏3大龙岛找外援的局，帮助紫妍的话，救出妖冥或许是不错的选择。但是他不相信他。萧炎很是直接地跟妖冥说明了，他们之间还有最后一个信任问题没有解决。眼看着救命的手已经伸到了眼前，却又缩了回去，妖冥傻眼了，但是他又无能为力。萧炎看着妖冥呆愣的样子就知道鱼儿上钩了，很贴心地告诉妖冥自己可以救他出去，甚至可以帮他夺回族长之位，只要妖冥能够自动开放灵魂，让自己在他的灵魂之上设置一个魂印就行。以后若是妖冥不遵守诺言，自己就引爆那魂印，倒也不会要了人的性命，顶多就是以后实力再也无法精进。妖冥是打心眼里不想受制于人的，但想到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，就算是临死之前能活寡了那杂种也是好的，就同意了萧炎的提议。萧炎见状心头大喜，将灵魂印记打进妖冥召唤出的黑色巨蛇的额间后，萧炎问起了黄泉血晶。妖冥闻言抿了抿嘴后说了实话，自己之所以能在这泉体坚持这么久，而且实力还有所提升，就是因为血晶全被自己吃了。
于碧像是生怕自己被萧炎捉去放个血、炼个丹什么的，连忙从嘴中吐出一团拳头大小的血色金块出来。心情略微有些复杂的接过那透着丝丝诡异的血晶，萧炎眼明正身之后，就把它收进了纳戒。随后才研究起了怎么将妖明救出来的问题。妖明告诉萧炎，在锁链与山体的连接处有着一处精巧机关藏于其中，只要将它击碎就成。黄泉阴石很难搞，但萧炎多次尝试之后，还是成功用异火凝针将机关给破开了。锁链断开的第一时间，鸣蛇地脉的一座恢宏宫殿之中，正坐在王座之上享受着美人的黑衣男就察觉到了。短暂的愣神后，他迅速传音给下方不远处的一名肩膀上盘着赤红毒蛇的老者道：妖明的封印破裂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该老者道。旋即迅速收敛神色，瞥了一眼大殿之中那些长老以及各部落首领后，他传音给黑衣男，让他快去搞定，自己稳住这边后就来支援。黑衣男阴森一笑，顺手捏了捏掌中的风影，下一秒就消失在了王座，只剩下一道传音在老者耳边响起：放心，不会让他有翻身之日的。萧炎将最后一根铁链的封印破除后，塞了一瓶丹药给妖明恢复，之后自己也吃了几颗，就带着妖明朝着黄泉之外掠去。妖明有远距离驱赶怪蛇的招数，他们很快就冲出了水面。然而萧炎才刚刚稳住身形，就见半空中一道倩影倒飞了过来，是彩铃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呢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